好，马上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在中东这边现在他的一个策略就是专门朝这个首领来下手。昨天最新消息也是震惊了这个全球，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说要瞄准辛瓦，但他释放出来消息，他说他已经成功的把辛瓦给解决了。那这个是以色列的外交部长他们讲说，他们已经在加萨走廊的行动当中击毙了哈马斯现在这一次主要发动袭击的策划者辛瓦，甚至还公布了一段影片当时他们是无人机进入到这个民宅当中，那辛瓦其实本来是背对着这个无人机就是他后来发现无人机的踪影之后呢，他还拿这个棍子这样子朝无人机扔过去。他们说这是辛瓦生前最后的一幕画面。那当时辛瓦其实是已经被炸断了另外一个背膀就他就是没有办法动，他只剩一只手可以动了，那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们看看现在目前以色列这样子开始接二连三的对着他一些锁定的目标，比方说像是叙利亚的圣城旅、黎巴嫩的真主党，还有伊拉克民兵，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以及也门的胡塞组织他现在开始多面的这样子朝这些组织的首领来做主要的一个攻击目标。那当然现在包含了像是黎巴嫩的真主党他也是说要进入到一个升级阶段对于以色列的战争因为他们还有非常多精准的导引武器，他说还没有使用，接下来会朝着以色列的定居点以及城市来使用这些武器。伊朗的革命卫队也同样警告以色列，他说不准对我们的飞弹进行报复，因为这个月1号的时候他们有对以色列发动一波密集的弹道飞弹的轰炸，然后他们说以色列如果敢报复我们的话，我们一定会让你有更严重更惨重的一个代价。那还有呢，伊拉克的民兵现在也在加强对于以色列的攻击过去的2周半，其实伊拉克境内跟伊朗有关联系的一些组织发动了大概40次的攻击，包含飞弹、无人机跟火箭区这个是中东大片面积现在基本上正在进行的代理人战争的升级状态。那还有呢，我们看看很多国家现在也是认为说以色列有点太过火了。纳坦雅胡他现在是向华府保证不会对于伊朗的核子产油这些目标来进行攻击，他说他现在只会对于军事目标来进行打击可是他这个以色列讲的承诺常常都会跳票，所以现在大家还是仍旧非常的担心。那欧盟16国决定要对以色列继续来施压，他们要以防联黎部队继续被以色列给袭击所以从意大利的防长、法国防长他们来主持这样子欧盟16国的防长线上会议他们希望就是施加压力让以色列收手但真的有效吗？英国也打算对于以色列的右翼部长及右翼部长来进行一些制裁，觉得说你用这种不人道的方式，你要饿死这个加萨北部的一些民众，这已经是违背人道了。俄方也警告以色列不要朝伊朗的核设施来攻击，不然的话这个恐怕是会影响到区域性整个的安定也造成了一些危害。那以色列是会硬干到底呢，还是会真的因为这多国的一些施压跟意见而停手呢？这个大家答案心里可能心中都有一个答案了啦。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以色列已经铁了心了，就是趁着美国选举剩下2个礼拜那造成更多的既定事实了而且坦白说了，纳坦尼亚胡根本就希望川普当选，所以如果他的更多的行动造成美国的难堪，那就是拜登政府的难堪因为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一些民调了，贺锦丽在中东议题有点尴尬所以他因为2个人差距真的非常小所以如果影响个1-2个%，那就整个翻了比如说密西根贺锦丽还小赢1%，那密西根有很多阿拉伯裔那阿拉伯裔如果不投票呢，那可能就会逆转因为那些人本来都是支持拜登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大打特打了啦。而且我认为以色列这一次的战争有点类似是这个建国战争2.0
他根本就是在扩张版图嘛。而且摆明呢要把北加沙把它变成他的领土，就要清空人口，然后他的屯垦者可能又要搬进去。黎南也是啊，黎南他已经拉到那个列塔尼河，那条河基本上以色列就本来就有人认为应该作为北部的自然边界，那到时候又有屯垦者会慢慢搬进去啊，而且那个地方又有水源啊，所以我认为。坦白讲，这个战争已经就是类似俄罗斯去打乌克兰的啦。哦，就是你如果要谴责俄罗斯，那个叫侵略，你这个不叫侵略吗？而且黎巴嫩是独立主权国家，而且他已经有好几次都直接打到了黎巴嫩政府。这个已经不是哈马斯了，对，那个是黎巴嫩政府跟国防军啊。那结果美国还是这样一面倒。哦，所以啊。然后下个礼拜有一个大事啊，就是金砖会议，因为金砖会议是10月22嘛啊，那现在有人在忧虑了，说伊朗会不会，因为伊朗要去啊，那阿拉伯一些主要的国家也要去啊，那会不会在阿拉伯的这些重要的领导人不在的时候，然后伊朗去打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已经做了严重警告了。你如果打我，你试试看。那以色列的报复本来大家猜想应该是打军事目标啦，啊，可是我认为伊朗上次他有很多地方其实都打中了，比如说距离摩萨德400公尺，他实际上是打得到以色列的政府设施哦，所以我是觉得下个礼拜真的值得观察啦，因为以前就发生过。就纳坦雅胡趁他不在国内的时候，然后以色列发动攻击啊，那伊朗会不会也来回敬一下啊？就阿拉伯领导人都不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时候，那你如果真的打我，我就回敬你。哦，那这样的话，大概已经确定贺锦丽就挂了啦，因为那个战争就已经失控了啦，就会变成这样啊。因为目前真的这个氛围越来越明显了。好像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动作，让贺锦丽比较不利，这样。事实上，这很奇怪啦，就是普京啊、金正恩啊，还有纳坦尼亚胡啦，他们3个人都希望川普当选嘛，这个蛮怪的。都站在贺锦丽对立面了。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辛瓦被杀之后，拜登跟内塔尼亚胡马上通上电话啊，那么施以道贺啊。这个有点他没介入，没有，但这有点像什么？不过这一次是不是有计划的攻击中所产生的意外炸死？意外炸死，对，意外炸死，就是因为以军发现有武装人员，所以他们就攻击了，然后用炮火攻击。攻击以后，发现怎么会刚好是辛瓦这样的？那跟狙杀宾拉登不太一样，宾拉登是情报好不容易找到了，然后发现他是在巴基斯坦的军校旁边，然后开始对他进行一个击杀，所以当时的奥巴马他们全部都是在战情室里面看整个的作战行为嘛。还有哈尼亚，对，不一样，哈尼亚也是故意的，对，但是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莫名其妙得到一个大的战果。现在大家在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还要不要再打下去？对加沙，也就是说你已经报仇了，对，哦，辛瓦也被你杀了，对，然后你还要不要继续杀下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那如果内塔尼亚胡还要继续对加沙继续杀下去的话，我相信他引起的公愤会越来越大。对，因为现在对内塔尼亚胡来说，他要不要继续打？因为他已经面临一个难处。事实上，哈马斯没有被完全的消灭，但是这个领袖、这个主凶已经被杀了。对，那你还要报复吗？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是加沙。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黎巴嫩的真主党的问题。黎巴嫩的真主党现在联合国已经摆得很明白了，40个国家做了一个决议，不撤。不撤，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巡逻路线就在南线嘛，南线就会让以色列的地面的攻击它会有阻碍。那有阻碍的情形下，你看现在欧盟的10几个国家，因为他们是参与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国家，他们本身都已经开始在召开会议了。也就是说，第一个坚决不撤，第二个他们要警告以色列，如果你再
超过了这个我们所划定的红线，你再对于联合国的这个维和部队进行挑衅或者攻击，这些国家到底能不能跟美国唱反调？能不能开始进行制裁以色列的行动？大家也在观察，因为它不是透过北约的会议，它是欧盟的会议，而且欧盟意大利现在是轮值主席嘛，所以由他来召集这样的一个会，我觉得这个表现出说欧盟的强烈的态度跟立场。那英国那个莫洛尼好像要去黎巴嫩，对，那英国本身的态度是对于2个极右翼的。财政部部长，也就是以色列的财政部部长，他们认为就是要把加沙人饿死的这种惨无人道的说法，他们表达严正的抗议，所以他们要制裁这2位。所以以色列已经在西方世界里面，除了美国以外，它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公愤了。那就不要讲其他的非西方世界了。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把以色列带入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地步。现在大家最忧虑的，就来自于他跟这个伊朗之间会不会爆发全面性战争的问题。双方都不想打全面战争，但是我觉得在走入恶性循环。好，来请教讲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对哈马斯组织的辛瓦狙杀了，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一样会有代理人，他的这个指挥官、他的首领这个被狙杀了，那下一个又出来，也会有更多的辛瓦，一个接一个。只是说，现在的哈马斯组织的战力是非常薄弱，经过1年的战争。那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光加沙走廊，不要说北边的黎巴嫩，或者是东北部的叙利亚，更不要说这个伊拉克跟伊朗，光一个小小的哈马斯组织就会在以色列都弄了1年多。所以以色列现在变成多面作战、多线作战。那多线作战来讲会拖下去，所以就算以色列在局部的战事中是胜利的。但是并没有能够换得的和平。一般来讲，战争胜利了，赢到了和平了，结果没有。局部的战争的胜利，让这个战事更会拖延下去，这样对以色列来看是不利的。尤其是伊朗，因为伊朗它这个国家够大，人口够多，底气够强，跟以色列又没有接壤，那这样是不是要变成我们讲的报复战？那报复战对以色列来看，以色列为了会占到便宜，因为以色列毕竟它的地狭人不多，以色列900多万人口，那对以色列长期拖下去来看，对以色列的国家在国际上面的这种对它的排挤，以及它国内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长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看以色列目前它所需要的，不是去剿灭这些相关的反以的这些国家的军队，因为对以色列来看的话没有办法，因为这会拖延下去。尤其我们也看民族性。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性，还有伊朗是波斯人，波斯的民族性呢，跟阿拉伯人的民族性呢差不多。他们2个本来是分开的，波斯人跟阿拉伯人呢2个有点不搭嘎，但是因为跟以色列的冲突目标是一致，所以敌人的敌人变成朋友了。你看伊拉克也站在伊朗这一边了。原来上伊拉克对伊朗这一方面呢不太支持，因为他们2个有2伊战争。有历史上的这种心结跟仇恨，结果因为大家都反以之后，伊拉克转在伊朗这一边来了，那这样的话，对整个以色列长远来看的话是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的多线作战来看呢，它不是光只是战线长，而且时间会拉得久。时间拉得久了之后，不是光它国内的压力跟战争的压力，也最重要来自于国际的压力。当然，美国总统大选很快，美国总统新的总统会产生，但是对以色列来看。以色列美国一直挺以色列，但是也要背负在国际上，甚至联合国大会各种的压力。美国能够扛多久？美国有的时候对以色列当然也会有所约束，不要再这个做得太过火，美国要应付，因为以色列做得太过火，而美国所要应付的国际压力变成这个状况。所以美国来看，美国也有美国的压力，不是说可以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忘所欲为。我认为这样子来看，对以色列长远来看。并不是有利的，尤其是伊拉克的民兵伊拉克民兵，我看他以前的时候都这个低声下气不声张，现在伊拉克民兵慢慢都已经站在伊朗这一边了，所以我看看这样子，以色列又多了另外一线的作战，长远来看，以色列会这个多方应付，捉襟见肘，那到最后面，在以色列国内的压力会慢慢的凝聚，然后对纳坦雅胡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好，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哦。我们看到习近平就是有透过一封信来跟这个美方对话哦。他在这个中美关系委员会的晚宴时候有一封致贺信，他说愿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啊。其实中美两国应该成为对方发展的助力，而非阻力。那中方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不仅造福中美两国，其实也是会惠及世界。好好的，大家一起把这个世界弄得更进步，不好吗？为什么非要一直在打这个贸易战啊、科技战啊、关税战啊？好像就是很怕中国大陆超越自己哦。美国是不是显示出来格局？这样子可以看得出差异性哦。那这个法案都还在审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为了要阻止大疆无人机进入到美国，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法案都还在审呢。可是他们海关已经开始动作了，已经开始在阻挡大疆无人机的进口。那他们讲说这个理由是因为涉及强迫劳动又来了。他们就讲说这个是援引自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所以限制一些无人机进入到美国市场。那是部分的这些品项有开始做一些海关上面的限制，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那他说这种是没有依据、完全错误的一个指控哦。那根据法律允许他们在没有任何的证据的情况下。竟然就可以这样子扣押货物，真的是太奇怪了。那除此之外，美国还制裁了2家中国大陆的公司就说因为你们的无人机参与了俄乌战争替俄罗斯来生产开发，所以又找个名目来做制裁了。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电动车呢，现在巴黎车展正在进行看到很多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品牌都去参加了，因为巴黎呢，它其实是欧洲最大的车展，也是全球的5大国际车展之一。这一次其实中国大陆有9家的车企去参与，包含了一汽、广汽、东风为主的国有汽车集团，还有比亚迪这个小鹏领跑这些新能源的汽车。那现在目前中国大陆的出口新3样快速成长，其中汽车的出口是最为显著的进步。2023年中国大陆的汽车出口是491万辆，是现在目前世界第一那根据他们这个汽车工业协会的一些数据显示出来，2024年9月就出口了53.9万辆，比起去年同期成长了2成。那1到9月成长更多出口了430多万辆，较去年同期整个比起来的话，增加了快要3成。所以人家讲说，看到了巴黎车展掀起了华流因为中国大陆的品牌还是在欧洲非常受到欢迎可是欧洲不是要增加关税吗？那大陆的商务部说还在跟这个欧洲进行磋商当中一些重要领域现在已经取得了一些这等于说重要的进展了。那德国总理肖兹又公开再度反对，他说欧盟其实有10几个成员国跟许多德国的汽车制造商高管都是反对加征关税的所以他说应该欧盟要赶快跟中国大陆来形成一些解决方案。那现在目前还有广交会有许多的这些参展的一些车商表示有欧美的采购商他们很想要买，然后把这些车引进到这些南美非洲东南亚这边的这些买家也都有这个很积极的来参与，但他们共同抱怨的就是这个关税问题。的确是这个关税不只是伤到了中国大陆，也伤到了这些他们自己的采购商。那还有像中国大陆是不是要祭出一些反制措施？最新的一个消息就在这几天陆续发酵。中国大陆的国安部他们就讲说，境外的公司是不是在非法获取一些测绘数据呢？这是央视网里面他们讲到，现在目前他们发现到说有一些是不是电动车他说某境外企业 A 公司透过与中国大陆具有绘测资质的 B 公司合作，来展开汽车智慧驾驶研究作为掩护，来进行非法的地理的资讯测绘的这种活动那赶快特斯拉就跳出来撇清就说不是我们我们没有这样子。但是这个是不是等于说中国大陆也开始用你美国的方式来回应你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怀疑呢？我也可以怀疑你对于我们的国安有问题那美国能够招架吗？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我觉得
我觉得在选前啊，那行政部门一定会在，因为国会议员也在选嘛，所以他们就会去加压啦。因为有关那个新疆产品的抵制，众议院是有通过法律，然后他就用这种议题来帮自己造势。哦，所以我觉得选前真的无解了，哦，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冤枉，可是因为他在新疆设厂啊，所以这个跟大疆无关啦，实际上是新疆啦，不是大疆啦，那这个没有办法了，选前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你其实看到习近平对那个美中关系委员会发那个表示那样的一个态度，那拜登跟贺锦丽也没有解啊，他也是必须反中啊，因为11月5号要投票啊，而且这个委员会长期他基本上是比较友善的，哦，所以这个委员会坦白讲也就是中国的老朋友啦，哦，所以可是这个无助于改变中国大陆跟美国政府的关系了，我觉得这个基本是无解的了啊。那欧洲的问题就是还在纠缠啊，这个坦白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关键国家就是法国了，所以还是要看马克宏对这个白兰地业者啊相关的业者，那痛了没啊？要做权衡啊，因为法国的汽车在欧洲大概仅次于德国吧。那坦白讲，它的竞争力跟德国不能比啦。那事实上，中国制造的这个卖到欧洲的车有一半是欧洲的牌子，那可是很不幸，里面很少法国车啊，都是德国车啦啊。那谁叫你标志不去开发？哦，他有什么什么？他有好几个牌子，对，这个对 Citroën 啊，雪铁龙啊，你自己没有去利用中国制造这个优势嘛，所以很多人都会把它解读成法国是有点故意在搞德国啦，就是两个国家在抢谁是欧陆的老大啦，而且这种议题坦白讲又有一点政治色彩，因为有一些国家又没有汽车工业，对，那也为了表达效忠美国啊，所以就跟进美国的那个立场嘛，所以这个已经很难讨论了啦。说实在，因为有一些是政治表态，那有一些就是没吃到甜啊，而法国就是典型的没吃到甜啊，所以他就要跟中国好好商量。可是我认为中国立场也蛮硬的，他也觉得没有理由要对你让步了啊，因为他提出很多方案啊，比如说我提高我的价格，好不好？或者是不然我到你这里投资，好不好？那法国都不愿意啊，那你这样怎么弄呢？所以只好搞关税战的恐怖平衡啊。那目前在酝酿嘛，因为他的白兰地进中国保证金要缴40%，那怎么卖得动？这个如果是中国的进口商，大概就停了吧。你加了40%的成本，所以我觉得就是搞来搞去了，那这个就是要再谈啊，就这样。那白兰地业者就要去跟马克宏说一说啊，那再来看有没有解决的途径啊，大概是这样。好，来问了老师。我觉得习近平他的评估是美国的华府啊，仇中反中啊，这个态势目前来讲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把整个战略方向调整，那针对于美国的商界人士、学术界还有美国的民众来作为一个诉求争取的一个对象啊。我想这个是大战略，这个战略一直走下去，所以邀请5万个美国的中学生到大陆去访问，对美国开放免签，更多的让美国人到大陆去，对美国的商会还有就是中美的关系协会致以贺信。你看，还是从美国的这个企业界、商会，还有他们的这些学生啊，他们努力的要经营跟他们的关系，所以熊猫一样，青山大使还是到美国去啊。那这个目的在哪里？就是从底下来改变啊，他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那由底下来影响上层啊，这个是这种战略是很缓慢的，但是慢慢的，如果产生了更大的效果以后，他们反而会逼的这些政客必须要调整他的态度。
不然的话，这些政客他也走不下去。我想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酝酿、需要时间去发酵的。巴黎的这个车展啊，确实是全世界非常重要的车展，而且呢，也是欧洲最重要的车展。它2年才办一次，所以你看，这个马克龙一定会去，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盛会，全世界都卯足全力把他们最新的车展示在这个地方。中国大陆在这一次占1/5%、20%左右的摊位，可是你看，它由于美国对于中国汽车的打压，由于欧盟对中国汽车的打压，那让中国汽车成为一个焦点，因为大家都在问。你美国不是汽车工业大国吗？你欧洲不是汽车工业大国吗？你怎么对中国大陆的汽车工业采用这种保护关税的、保护的主义的？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大陆的汽车一定是好到不行，大家跑去看了。果然它变成是所有的车展中最热门的一个地区、一个展区，促销的效果。有这个促销的效果，大家反而去看，看了以后果然感觉说大陆的车确实就是比欧美的车好。哇，这个是反行销哦，所以我觉得对大陆来讲，他们的这些车商来讲啊，车企来说，他们的信心更十足了，因为他们觉得，你想想看，透过这个车展，你中美洲、南美洲、亚洲、非洲有更多的订单就会涌过来了，然后你欧洲。德国人现在目前的民调，60%以上的德国人说他想买中国的电动车，而不是买德国的电动车。这个就代表什么？在反转了。那各位想想，欧洲人，如果你这个政府去阻止他们的老百姓去买这个中国的车，然后去要付更多的钱，最后他们会反过来。好，那我个人高度怀疑哈，我这是我的推断，我推断是冯德莱恩有跟马克龙有暗盘。因为当时白兰地他们后来被证明说，中国大陆如果对白兰地课予保证金或是课予关税的话，这个差额由欧盟来吸收，也就是用欧盟的金库来补贴。那换言之，也就是冯德莱恩要马克龙坚持他的立场，说你这个白兰地缺了钱，我欧盟来付。那这个不是就是把欧洲人的钱去补贴法国的酒商吗？所以现在西班牙还有这个很多他们的像猪肉商也要求要补贴了。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对于这个奢侈品也课高关税，那你法国怎么办？对，欧洲的小金库到最后如果对整个欧洲的汽车都课高关税，那你德国是不是都要求欧盟要补贴？欧盟的这个金库的水一下子就没有了。来问将军，中美两国他们之间想要合作，这种可能性不高，因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性大，竞争性强，而且这种对立性也蛮严重的。你想要扩大合作，那只能讲得多，但是能够做的确实非常的少，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来改了。那因为那美国中国一直对中国大陆，不管在科技、在贸易、在金融。甚至在智慧财产都是卡脖子嘛，它都是卡脖子。你看有没有说对中国大陆之间要大家这个相互往来、彼此互利？不多，竞争性太强，这是结构性的。因为看美国，你看我们现在看美国最重要，它这国力受到这方面的扩展的限制，美国的国债重嘛，美国国债36兆美元呢，那今年到年底到12月是不是到37兆？国债太重。第二个，美国的贸易赤字美国每一年的贸易逆差9000多亿美元，太多了，它一直卖不出，买得多，那卖得少，贸易赤字，它怎么样去翻，让它贸易赤字降低？没有办法，9000多亿美元就相当于将近1兆美元每一年，你看那贸易赤字那么重，它怎么样去翻身？再来我们看美国的生产成本高，美国现在制造业萎缩，美国的制造业从以前的40%降到现在为止只有。全世界的占比，美国在全世界只剩下17.3%，那中国大陆在全世界的这个制造业占了28.2%，一个超过美国超越一大截，所以美国慢慢被取代了。你看，我们看刚才讲到大疆无人机，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市占率达到57%，你怎么样去限制？因为就是便宜啊，就是便宜，它已经报酬规模了，那竞争力很强，你不买大疆，就是你又要贵，那你买大疆就是便宜。那你要不要买？
变成买大疆，美国赚到，不买大疆，美国还要贴成本，是变成这个状况了。我认为制造业产生为，而且美国贫富差距大，贫富差距一大了之后呢，社会的这劳力成本就会垫高。美国大概前面20%顶标的，这占了美国全部的总收入就占了一半。前面20%，那剩下的80%，剩下那一半是你们剩下的80%去分啊。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来看看这个现在联合利剑逼的军演哦，有越来越多的消息曝光了，就说这一回呢，大陆的主战机哦，其实呢都是采取了这个满油量全挂载的方式来参加模拟实战哦。那以同批次这个降落后再整补升空的方式进行，然后呢，主要是模拟对于我们的港口啊，或是军事设施啊进行多波的打击哦。所以人家看到说，哇，这一次原来内幕上面是这样子的一个演训方式哦。那连《金融时报》都讲，他说其实呢。有一名官员告诉了《金融时报》，他说，尽管这一次北京没有向台湾方向发射飞弹但是他们确实进行了飞弹操作，但是呢，是向内陆方向、内地来进行这样子的2枚导弹的这样子的试射哦。那还有就是解放军，其实他们这一次呢，还有邀请60多国的武官到东部战区来观摩，包含了英国、加拿大、巴基斯坦、新加坡、南非、约旦、哈萨克、阿根廷，然后人家讲说，其中有2个国家是没有被邀请的，就是美国跟日本啊，也反映出来中国大陆对于这2国的不满哦。那所以这个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个内幕消息曝光了。那另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哦，美军的电子作战机在华盛顿州坠毁，现在目前2名飞行下落员是下落不明哦，飞行员下落不明。那他们现在讲说，这个波音生产的这个咆哮者电子作战机哦，它其实是在进行例行的训练，结果没想到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坠毁事件，就有人开始联想啦，说，这一阵子哦，其实它这个坠落的位置哦，是不是也是跟可能中俄他们在出现的这个北冰洋有关呢？他们说，这个中国大陆的海警2舰呢，其实是在9月13号从舟山起航，经过35天，17000多海里的航程，穿越了日本海啊、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啊，最终到了北冰洋，然后在10月17号返回到了舟山。难道又是有什么关联性吗？又开始有很多的一些揣测跟联想哦，甚至呢还有把这件事情也联想在一起，就是神秘的无人机连续17天在美军的基地也有一些动作。那其实这个美国维吉尼亚州他们的空军基地在去年12月有连续17天晚上是被这样的神秘无人机入侵，所以又开始这绘声绘影的这样讲起来说，这是不是又是这个中国威胁论，想要再复刻一下这个中国的这种气球这个间谍气球的事件哦，想要又要再来复刻一遍嘛？那可是反过来也让大家觉得，奇怪，你美国自己的防空体系是怎么了？你想要制造一种威胁感，但是却让大家觉得你自己是不是出了问题？再来，两韩的关系真的是到了一个紧张的紧绷点哦。现在目前金正恩呢，他就去视察了军队，然后也讲说，南韩他已经要切断跟他的邪恶关系已经把他视为外国或是敌对国家。那这标示着一段邪恶关系的结束，因为他炸掉了南北韩的铁公路，象征和平的铁公路。那再来还有北韩他们现在100万雄师正在待命，结果南韩这边说首尔有18国的驻军已经开始前往38度线那其实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这已经备战的状态已经到了一个最紧绷的临界点呢？那川普就讲，北韩很强大，所以呢，
韩国，也就是南韩必须付钱。对于美国来讲啊，什么事情是不是都可以用钱来跟他谈谈生意啊？因为毕竟川普是商人性格嘛。他说北韩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国家，他们拥有强大的核武。那我已经跟南韩说了，你们必须要付钱。如果我现在在白宫的话，他们每年会向我们支付100亿美元，因为韩国是台赚钱的机器。同样的，其实呢，他也讲过台湾好像都是在讲钱的问题哦，因为他讲说，我们抢走了这个美国的晶片产业，他们有钱得很，所以台湾应该要付保护费哦。所以未来如果台海紧张，未来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是不是同样的100亿美元账单先过来，然后再来看看要不要来支援你呢？那再来，现在目前钓鱼台也引发了一番争议哦，因为日本一直在讲说，这个大陆的海警进入到我们的领域，可是明明钓鱼台，我们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从来也没有承认那是你日本的这个领域啊。那所以他现在不断在叫嚣嘛，就是说10月15到16号，贺丸号的这个渔船进入到了这个钓鱼岛，那所以中国大陆的海警艇舰艇呢，它是依法来采取一些管控措施，然后警告驱离。所以像日本一直在那边喊啊，就说离开我们的领海啊。那大陆的海警船也到了这个钓鱼台的海域，我们的外交部也跳出来了，突然想起这件事情，他说台湾的领土不容置疑啊。突然之间，这个我们台湾又开始承认起钓鱼台了，前一阵子都是闷不吭声。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呢？这个满油全挂弹，因为他并没有要实弹演习嘛，那他只是说他是完全这个武装的状态，而且事实上还传出另外一个新闻啊，就是他有很多是2线机场飞过来的，就是他假定一个比较坏的状况，就1线机场被台湾这边摧毁嘛，那他是2线机场。然后全副武装飞到台湾，然后又折返，回去然后卸弹，然后再装，然后再飞到台湾的战备区这样，所以这个当然就意味着，如果1线机场没有被摧毁，那样的整个作战的规模是更大了，对，因为出动的军机就更多嘛，这个没有错啊，这个所以就有人就下了一个标题啦。说他事实上是在测他5桶的空军的最大能量是多大，就是有点在测能量啊。那因为类似的军演很可能明年还有啦，所以我们未来还会看到，我认为中国大陆还有一些工具还没弄，会等到明年吗？你说今年可能有C这样，不管了，反正他就是每次都是再加码一点，加码一点啊。比如说这次就。这个你也知道嘛，海警船就到台湾了嘛，对不对？那辽宁号就出来了嘛，那如果你再让他有机会，那就再加码，那可能就有一些新的武器的品项就又出来了，比如说你这次就看到双尾蝎那个大的无人机出来了，对，那可是我们说更多的无人机的机群，我们就还没看过所以坦白说了，这个。他基本上就是对赖清德已经下了一个决策了，就你那么爱讲互不隶属嘛，那你没讲我就必有动作，这个就等于是你搞独嘛，那他就搞武统嘛，所以这2个已经对在一起了，所以我认为，因为赖清德每年都有3次讲话的机会嘛，那个1月1号、5月20号，还有10月10号，所以赖清德如果把互不隶属当作口头禅，那可能这个联合利剑也变成口头禅这样，就两边都常态化了。可是因为实在跟台湾太近了，所以当然会有很多人会担心会擦枪走火了。这个当然就是那中国大陆海警船开到北冰洋那你就看到它的海警巡弋的范围已经大概。我认为是越来越宽了啦它本来就有全世界最大的海警部队，所以就意味着未来很多灰色地带的作战它就可能会先用海警船出来那可以做渔船的登船临检那也还没有上升到军事的冲突，所以就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
有一个伸缩的下台阶啦，可是因为它的海警船很多都巨大无比了，因为这次到台湾花东那个海岸的这个2901，那个是万吨级的所以我想他去北冰洋可能也是3000吨以上的所以未来在亚洲地区啦，我觉得包括台海、东海、南海，中国大陆可能会蛮频繁使用它的海警船那我本来没有想到他会连北冰洋都去了那真的是有点远了不过这个就是一个新的模式了。那至于这个五角大厦会有无人机群让美国17天都束手无策这个我除了外星人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来了因为这个是在 Virginia 那个距离海岸已经很远了那 Virginia 你往下，中南美洲哪有人有这种狗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是俄罗斯干的而且如果是机群不知道我说谁有这种胆量在美国17天来骚扰美军基地这个可能这个我们张司令他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好，来问赖老师。如果两岸爆发冲突未来的战场就在台海这个区域，还有台湾的整个区域那现在解放军就用台湾的现地作为他的演训的场所，这个对于大陆来说是占尽所有的优势，对台湾来讲是完全的劣势所以每演练一次，解放军的这些战斗员他的能力就往上提升，他的作战能力就往上提升。你想想看，他们不管是这个船舰的，就是战舰或者是战机，他就在台湾的这个附近里面进行各种炸射或是射击的演练。虽然不用打实弹，但是他的整个作战的方式战术都到位了，其实就够了嘛，不需要说我今天按钮来去发实弹。其实这个，我讲我们在军队演习我们知道说我站在哪个位置，我站在哪个战略的制高点，哪个战术的制高点，我就占有优势了。然后我只要去，我的战士们都很熟悉。例如说，我以前在炮兵，我们都很熟悉他的那个整个这个攻击作战的位置。那他的演练，我们知道说我多少速度可以打一枚出去，然后我校准以后我可以打多久，我就可以知道我能够产生多少力量。所以每一次解放军在台湾的周围，每一次的演练，它的能力就越升高。你看这一次所有的舰载机，就是航母的辽宁号航母的舰载机，我们所看到它的画面拍出来的，它是挂满弹的。挂满弹，你要在这么短的跑道里面，所以它已经延伸到最后的一个跑道。那这样的一个驻飞。这样的一个驻飞上去以后，它空中加油机在空中就在准备给它加油。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它是演训它的全方位的一种作战，把它的极限拉到一个程度来做测试。我觉得台湾尤其是民进党当局然后装的好像没什么事，那个是故意的，其实他内心里面是很焦虑。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现在情况就是说他在演练的当天。就邀请了武官到了东部战区去了，那就是这个意味就很浓厚了嘛。就是说，演习开始5点的时候，这些武官没有到，但是到上午的时候，演练开始了，这些武官就到了东部战区。到东部战区，你邀请客人来，你给他看什么？当然要给他看一些他平常不容易看到的东西。那这个才有价值嘛。那为什么要让这些武官来看？就是要直接展示他的作战能力。所以你看加拿大，或是说你一些北约的一些国家，你想参与或是想介入这个台海的战事，我觉得解放军在释放出讯息，你们想清楚，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个人倒认为说，这一次大陆的军演时间很短，但是力道是确实很强。好，来请教将军。这一次联合利剑 B， 我认为它有3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它是验证它的空军的出击率。出击率的话，它这个任务执行完毕之后回去之后，回到基地落地，它热加油、热挂弹。那热加不熄火，飞行员也不下来，就在飞机上，就在坐在飞机的座舱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再加油，因为刚才油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时候进行挂弹，把原来的弹拆掉，因为它演习
就变成完成它的潜力计划，把这个拆掉，就装另外一种新型的，表示这个弹已经消耗了，然后完毕之后继续滑出去出击。所以这个出击率越高，表示战力越强。比如说它有一架飞机有5批次的出击率，如果有500架，你乘以5，它就2500架次，那这个强度就很高。不是一个空军的战力，也不是说你有多少架的飞机就多少架的战力，最重要的出击率高。你100架出击5次，一天就500架次，那这个量是很大，它验证它的出击率。那第二个，我认为它的由内线基地起飞，它不是从当面的，不是从惠安机场、沙堤机场、龙田机场，甚至福州机场它都不用，晋江机场它也不用，龙溪机场它也不用，它从里面的新宁机场、连城机场、武夷山机场从那边起飞过来，跨越这个，为什么？当面可能会被做摧毁，它有做最坏的打算，然后做里面的，从内陆起飞出击。在这一方面，它的验证它里面的从2线基地出击率，换句话说，它的联合保障这一方面能力要强。那它这样的也可以表示它空军的这种战力的保存可以做得万无一失，因为它从内陆机场起飞，所以它有它的困难度。为什么？它飞出来的话可能要多20分钟，因为它要把这个跨过福建省再跨过台湾海峡到台湾当面。所以我们来看它在这一方面算是这训练的强度增加了，训练的强度这样。第三个，我们来看它没有这次演习没有划设禁航区，也没有划设限航区，都没有划设。那表示说它就不会火力演习，没有火力演习，它这时间来得快，也要结束得快，因为没有火力。因为如果有划设禁航区的话，那海上的这些过往的这些船只就要受管制，因为这个地方是禁航，不可以进入演习区。空中的航路、国际航路要做避让，因为这个是演习区，它没有划设，所以没有火力演习，所以它这次演习13个小时，表示来得快去得快，将来整个作战的节奏是加快的。它这个展现就是，所以来一个13个小时，表示说它很多的科目在13个小时通通演练完毕，是这样的，都得过验证。那演习是作战规模的缩小，作战是演习规模的扩大。将来由演转战的模式，我们可以把它摸得清清楚，它将来是怎么样来走。那它在这方面，我认为做了3个验证，出击率也包括从内线基地起飞。第3个表示它可以将作战节奏加快，让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办法能够充分的应付。那我们来看钓鱼台，那钓鱼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也好，中国大陆的军舰也好，都会到钓鱼台做维权。那我们这边一讲，对钓鱼台，我们有做方面的主权上的这个伸索，但是我们是不是偶尔要派一个战机过去做威力侦巡？钓鱼台距离我们的基隆只有102海里，不到190公里，我们战机一飞就飞到了。到了地方1个月2架次就够了，去做一个在钓鱼台做威力侦巡。这样的话，对我们来看，主权伸张比较落实，而不是行诸于嘴巴。那最起码空军，那我认为不要怕。那既然是我们的，那我们就不要说不是我们的主权就好了，就不得罪日本了嘛。既然我们说是我们的，不要怕，我们就是这个抬头挺胸，派2架飞机做威力侦巡。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适当的决策。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